本支影片解说如何制作自己原创角色 Lola， 过程中将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挖一张30图 ，Voice Studio 进行角色制作 ，Blender 进行模型微调，3 Team 摆动作并截图，回到 Stable Diffusion 对截图进行风格的转换，最后在 Stable Diffusion Dream Boost 进行训练。上述除了 Stable Diffusion 以外的软体，再点我都放在说明栏下方。首先跟 Stable Diffusion 盲盒一张角色的30图，这边利用 Ctrl 以及插件的 Open Pose 角色进行产出，点击扩展面板，可使用的点击加载，按下 Ctrl 加 F 弹出搜寻视窗，打上 Open Pose 搜寻。因为我已经安装过，所以没有显示在下方。取消勾选过滤安装过的，没安装过的话就会出现这个 3D Open Pose。点击Install安装后，应用并重新整理，上面的页签就会出现。到 3D Open Pose 会看到一副人形骨骼，压住滑鼠中键键移动摄像头，再复制出2副骨骼，并个别断向摘面跟背面。相机焦距调整为60，画面低长度跟宽度调整为512。根据下方背景黑黑的小视窗调整摄像机位置，避免裁切。按下生成到 Send 它 Ctrl Minute 的准备页面，下面的编号代表使用第几个 Ctrl Minute Unit。把没有要用到的 Depth Normal Canny 下面编号改成横杠。按下完生图，下面就会看到刚刚制作的骨骼图。勾选启用，并且将 Model 选择 Open Pose。接着进行关键词的填写，使用基础起手势关键词，打上相同的一个女孩，简单背景跟白色背景。按下生成试住产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试着连续产出。生成后可以自行挑喜欢的，不喜欢的话就继续生成，或者添加一些你有点想法的关键词。最后我们选择一张喜欢的，请 A 进行放大细化，将图放到 PNG info 后，点击传送到图生图，它会将关键词、种子以及使用的参数传送过来，但需要将 model 还是删掉。重绘幅度调整为 0.5， 图生图的 size 调整为2，按下生成。然后再进行一次放大算图，添加细节，将刚刚生成的再按下图生图，选拆 S 图会看到这张图的原始尺寸，将刚刚产出的图放到 Ctrl Minute Unit 0。主要生成大图的时候，整理的轮廓、用色不希望过大的改变。勾选启用，预处理选择 Time， Model 也选择 Time， 权重调整为 0.7。我的显卡只有 1060T， 这边需要用到一个插件。Ultimate SD Upscaler 对显存低的显卡是个辅音，链接我会放在页明栏，直接拷贝贴上网址安装即可。安装完重启后，在最下方 Script 脚本就会看到选择 Ultimate SD Upscaler， 勾选 ISO 跟下划线 4x 演算法 Type 选择 Trans， 目标大小类型选择从图的尺寸做缩放，重绘幅度改为 0.25， 按下生成。这样就完成需要的30图了。结构上有些不太合理的地方，就边做边脑补修改。Voice Studio 它是非常简单的软体，无需建模的基础，就可以像在纸上画图一样定制您的角色。下载安装完就可以直接使用。右边是使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30图，接下来将按照它的形象进行制作。点击 Create New 创造新的角色，点击 File 选择女性，画面就会出现一个光头女性穿白 T 的角色。点击 Body 先调整基础的身高身材设置。在右下角选项有身高、头部尺寸、手脚长度大小等设置，调整至满意的比例后，点击进入 Activate 服装面板。因为头发会挡住衣服影响制作上的便利性，所以先从衣服开始做起。这边有很多现成的服装造型，点击就会替换，不过我们不使用它。点击左边 Top 上一造型栏，取消掉。左边点击连衣裙造型栏，点击 Custom 自定义，再点击 Create。在这边根据右边的30图造型选择适合的模型。点击后会看到角色穿上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点击右上的照相机图标，可以预览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感觉。点击 Poses Animations 里面很多动作可以进行套用。点击 Lighting 灯光面板，将 Intensity 强度调整为2，这样接下来画衣服吸色比绝不会被影响到。回到连衣裙造型栏，将开始绘制衣服的造型。点击 Edit Text 编辑贴图。这边的面板对没接触 3D 的人看起来有些陌生，但无需恐慌。左边 Unfit 是类似无 Photoshop 的图层面板，可以新增图层，图层有叠加、色彩增值等图层功能。中间是模型与衣服版型的显示，可以在版型、模型上进行绘制。
右边则是颜色、笔刷、绘制模式、当前图层功能。这边点击橡皮擦，先将不需要的范围擦掉。整体的绘制思路是这样：会先针对造型进行色块处理，然后线画勾勒造型轮廓细节，再上明暗。这边点击可以调整衣服的模型细节，因为觉得裙子模型有些太宽了，所以调整一下。这边有不小心擦到，涂就行。擦除完毕后，复制图层，将用来制作深色吊带裙。如果是大面积的消除，可以将图层输出 PNG 档，在 2D 绘图软体修改。这边我使用Krita进行圈选删除，看各位习惯，也可以使用其他绘图软体，只要能存 PNG 档即可。绘制完后可以回到 Word Studio 进行输入，里面的衬衫也可以输出进行擦除。这边有个镜射按钮，可以左右同步进行绘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可以先出去看看动态的效果。点击左上角叉叉按钮 ，Save as new item 是存储一个新的 ，Overwrite 存储当前 ，Close without saving 不储存直接离开。我选择另外存储一个新的。这边就会多一个你刚刚绘制的档案，隔壁那个是建立自定义时自动产生的。点击右上的照相机图标，预览一下。这边要做这角色的长裙，点击 Add Template 添加模板，选择这个模板进行添加。添加后你会发现这个衣服覆盖住刚刚绘制的连衣裙，但无需紧张，因为只需要这模板的裙子部分，只要裙背不会穿插到深色连衣裙的部分即可。接住枪长裙的图层输出到 2D 绘图软体删减不需要的部分。进行红色区域的色块绘制，一样也是输出到2D 软体，较方便做大面积的处理。处理完后再根据30图微调一下。接着开始绘制衣服金色区域。
4块草图画的差不多了，接着进行线画。线画的过程可以顺便把一些多余的范围擦掉。这边觉得蝴蝶结装饰直接投在上面不太妥，决定还是另外处理。设定稿上袖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画个蝴蝶结几趟。新增一个连衣裙模组，把之前存起来的蝴蝶结图层替换进来。
在警示部位新增个蝴蝶结膜组，新增一个涂层，涂满红色。在涂层主星这边选择色彩增值，这样就能保有它原本模组的贴图，并且改变色彩。在手势部位选择 T 号的模型，直接改它的贴图即可。修改完后，枪线划跟改完的颜色个别存档，带入 Void Studio。添加一下腰部的蝴蝶结跟布条，开始进行鞋子色快草图，找一个现成 T 号的修改即可。再新增一个鞋子的模组，添加蝴蝶结饰品。接着进行暗面的处理，图层有个锁头小按钮，打开后在上面涂就不会超出色块外面。在涂的过程，有些东西有点干扰到，可以把一些模型部件先关掉一下。关掉后就比较方便涂了。
暗面涂完之后，接着对线进行颜色的处理。再来处理高光，在这边先新增一个图层，将图层主线改为柔光。钢鞋子没上到暗面，来补补。再来画衣服遮挡到的皮肤暗面。衣服的部分就处理的差不多了，可以套一下动作看看感觉，一样点击右上方的照相机按钮。再回到连衣裙模组编辑，上点光泽，新增图层命名为丝白手，图层主线改为柔光。到这边衣服造型大致上完成，接着可以进入 Face 脸部的自定义，依照右边的原画调整。双眼调整题则需要再贴图加工一下。
眼睫毛也进入贴图绘制加工修改。再来进入 Hairstyle 发型编辑，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发型可以选择，也有关于发型其他部位的选择，刘海、马尾、长发、卷发等。先进行刘海的造型选择，可以先选一个差不多的来进行修改。这边可以调整头发的基础颜色跟高光的颜色。再来就是选择后面的长发，也是选择差不多的来修改即可。为了在选择时能更明确的看感觉，先回头调整刘海，点击右上角 Edit Hairstyle 编辑发型。进入后又是个看不懂的界面，但无需紧张，这边只先调整发片的形状。左边有个 Hair Group 的头发群组，这是前面刘海所使用发片模型的各个集合。先点击第一个群组，点击后你会发现里面有9个发片，可以直接选择，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画面上直观的点击选取。画面中有个像网格套在头上的，那个是发型的引导模具，你可以顺着引导网格画发片或调整，不需要担心会穿插头部。选择一个发片，点击上方有个像节点图案的按钮 Control Point， 该发片就会出现很多节点，就可以顺着发片上的节点调整形状。修改发片的粗细，选择发片，点击上方箭头，在右边就会看到该发片的主性深处。在下方有个曲线的设定，可以调整曲线上的节点，调整头发的粗细，越下方就越细，越上方就会越粗。每个发型群组都有独立的引导模具，模具周围的节点可以调整。最后发型决定用这个发型再进行调整。再来设置头发的骨骼，点击 Edit Hair Bounds， 点进去后又是一个陌生的界面，然后又有头发各种色块，它一种色块代表一组发片对应骨骼权重，每个群组都有右边的属性，由上到下分别为骨骼的数量、位置、刚性、重力、碰撞半径。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头发的物理效果。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头发的刚性数值太高，所以整体的动态感觉比较僵硬。回头点击 Edit Hair Bounds， 点击发片群组，
针对效能，将骨骼数量调整为3；针对刚刚头发绝味僵硬的问题，将刚性调降为0.2。其他发片群组也是照相同的方式调整。这个鬓发片骨骼群组只有一边，并且骨骼感觉也不太对，将它删除并重新建立。点选一边鬓发的发片，压住 Ctrl 就可以加选。选取完后，再点击 Create Bone Group， 就会新增 Bone Group。点击它，我们就会看知道这个鬓发的骨骼。将这骨骼数量调整为2，调整 Fix Point 位贴合的位置。另一边也重复刚才的步骤，将两边的刚性、位置等数值统一一下。完成后离开存储一下。点击右上方的摄像机按钮，看一下头发摆动的感觉。整体看起来没有先前那样僵硬。接着调整刘海的发片骨骼，点击 Edit Hair Bounce， 选择刘海部位就可以进行调整。这边我们不用一个个设置，在 Auto Generate 骨骼群组的数量设置为3，按下 Auto Generate Bone Group， 它就会自动生成3个发片绑定后的骨骼群组。这边个别调整位置以及统一刚性数值为 0.2。完成后离开存储一下。点击右上方的摄像机按钮，看一下头发摆动的感觉。接住绘制头发搁住脸部的影子，点击 Face 脸部编辑，点击 Skin， 再点击右上方的 Edit Texture， 可以直接吸取脖子的暗米颜色来涂。绘制完成后，离开并存储夹。再回头看后面头发有些线条，所以预计在头发的贴图上做点变化。点击 Edit Hairstyle， 点击发片群组，我们会发现头发群组都是指定同一个 material。按右键选择复制，右上方就有2个 material。点击发片群组，再点击右上方第2个 material， 这样就指定好了。然后点击下方有个 Edit Texture 编辑贴图。新增一个图层，添加点变化。然后把较长的头发群组都指定给这个修改的 material。然后添加1点高光，进入第2个 material， 点击 Edit Texture， 点击左边 Height Edge 下的图层，这是头发高光贴图的部分，直接绘制增加。头发再继续做其他的微调。接着开始处理帽饰，造型上可以利用发片的模型，在上面更改材质即可。
选一个没有使用头发部位，因为鬓发我们直接使用长发顺度做出来了。鬓角的部位我们可以拿来用作发饰。点击进入鬓发的部位，点击 Add Free Hand Hair Guide 新增发型的参考模型，在右边主线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个 Guide Parameter 是参考模型的调整数值。第一个 Height 是参考模型的高度，第二个 Offset 是参考模型的推移变化，第三、第四个 Fade to Height 是接近头型的强度。依照视图仪不会穿插头发的设置即可。在视图左上方点击画面，首先绘制发箍，调整及枪绘制发片的宽度曲线。调整完后，直接从上方横向画一点。之后在视图左上方选择发片的节点控制，并将各个节点控制到合理的位置。最后可以根据发箍的密合程度调整参考模型。进入发箍的 Edit Texture 的材质编辑，突然发现发箍的宽度好像不太够，无法绘制小折边，将高光的贴图不显示。在这边将发箍的宽度加宽些，这样才能画发箍的小折边。进入 Edit Texture 开始绘制。这边修改一下名字，之后比较好寻找。接着做发箍黑色折边的部分，新增一个参考模型，将参考模型调整剃好的形状。一样的流程，建立发片后调整形状至剃合的大小跟位置。更改材质名称为头饰2，取消掉 Main Color， 进入 Edit Texture 编辑材质。这边更改一下发片的样式，更改为 Flat 平坦。因为更改后贴图的位置也会随之变化，需要再行调整贴图的宽度、位置跟偏移。后面都是一样的流程，制作发箍的蝴蝶结以及添加细绳子。
接住替细绳子绑上骨骼，跟之前发片给予骨骼一样，选取细绳子后建立骨骼群组，再调整骨骼的数量及位置、刚性。设置完成后，再点击右上方摄像机按钮套动作测试看看。我们可以看到细绳非常自然的在随着动作摆动。这样大概差不多了。接住需要输出到 Blender 进行肩膀跟领结的微调，点击右上方摄像机右边的按钮，选择 Export as VRM 输出 VRM 档案格式。第一个区块 Reduce Polygon 跟模型面数有关。Edit Hair Course Section 是改变头发发片的模型样式，勾选后就会改变发片模型结构。Delete Transparent Mesh 是将透明的部分模型删减。下面的数值项目就是增加模型的面数，但没什么必要。第二个区块是 Reduce Materials 跟输出的材质求有些关系。第一个选项是输出的材质数量，选2就会合并成为2个。下面则是合并后贴图的尺寸，这个维持4096不变。第三个区块是 Reduce Bones 骨骼数量调整，这个也不变动。点击输出，出现选单，下面栏位需要填写的部分，如果有需要出售或者标明著作权的，就慢慢填写，没有的话就2个横杠给它即可。填写完后，再次按下输出命令档名存档。这样就输出完成了。打开 Blender， 先将所有的东西删除，选择导入 VRM 档案。这个东西需要安装 VRM 专用的 add-on 才会出现的选项。月明来我会放上 VRM 插件链接，点击下载后，再到 Blender 进行安装即可。回到输入 VRM， 选择先前输出的 VRM 档案，输入后会看到刚才完成的模型，接着需要进行微调。首先将双手放下，枪姿势改为站姿，点选骨骼，将骨骼改为姿势模式，选择2个手臂，将双手下放。将骨骼图层选择空，让骨骼消失，视觉上不影响调整模型。点选角色身体模型，按下 Tab 键就会进入编辑模式，模型就会更改为 T-Pose， 这样并不贴合根据原画调整。选择修改面板，在骨架绑定边机器上按下编辑模式显示以及显示修改器结构，模型就会回到双手放下的站立的姿势，这样就能根据原画的感觉跟模型的状态进行较精准的调整。调整完后就完成了，再输出 VRM 档案，另外存一个不同名称的 VRM 档案。接着我们要导入 3T， 这是 YouTuber 虚拟主播使用的软体。你如果有网络摄像头，它会随着脸部识别或者麦克风投影到嘴唇同步，非常方便。这边选择使用免费的版本即可。在这页面最下方有下载的选项，可以点击进行安装。安装完后打开会发现有个虚拟角色，我将替换刚刚完成的。点击头像选择，在这边可以选择新增新的虚拟角色。选择刚刚完成的角色，就会看到这角色的头像跟一些资料。按下同意，里面角色就会替换。在这边将背景改为透明，然后在变换人物动作这边就可以选择。选择完就可以进行拍照，拍照重点就头部的正面、侧面、仰角、俯视角等；半身的正面、侧面、背面；全身的正面、侧面、背面。可以额外再增加动作几张。到2D 软体将拍好的图片修改为正方形，尽量把角色放在中心。接着让 AI 针对拍好的图像进行提词，将图像放置 Image 资料夹，另外建立一个新的 Image 下划线 T 资料夹，这个是放置 AI 提词后的位置。开启 Stable Diffusion， 在训练面板下有个图像预处理，将原目录放上放置图像的资料夹，目标目录是放在刚刚建立的 Image 下划线 T 路径。勾选 Deep Blue 生成提词 ，Deep Blue 是替和2次元的图像提词，若是照片写实，则需要勾选 Flip 生成。点击预处理，开始进行提词生成。回头点开资料夹，就会看到完成的提词。
看一下题词有没有多余或者缺少的部分，进行修改。普遍是队伍摆位的部分缺少描述，所以进行补正。正面头像就补上 portrait 肖像关键词，侧脸就放上 profile 关键词，俯视角就打 looking down， 仰角就打 looking up， 半身就打上 upper body。剩下关屋摆位的部分题词就持续补上。3D 做出来的东西训练起来还是有 3D 的感觉，所以我们从图生图上进行风格的转换，所以需要进行图像转换目标风格。这边使用 Deep 火炉反推题词，然后添加关键词起手式，按下指柜，跟目标一样1024大小，将相同的图片放上 Ctrl+， 选择 Tile 控制你角色的外观造型，便按下预处理，重绘幅度调整为 0.3， 采样步数30，按下生成。生成出来的比较没有 3D 的感觉了，但品质还是略差，再来进行放大生成，按下图生图，脚本选择 Automate SD Upscale， 生成的尺寸类型选择 Scale from Image Size， 并打上2，放大的演算法选择 S/4X， Type 选择 Trans， 按下生成。其他图像也是比照处理，然后再到2D 修改绘制。转完风格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逐一修改，但会比每一张重新画要省事的多。接着我们将原本的关键题词复制，一分到新的图像资料加上，然后开始进行修订题词，点击全身的题词，将一些关于角色的特色题词删减，例如长发、蓝眼睛、呆毛，其他预设可替换的部分就保留，比如衣服、姿势、背景等。制定一个统一的造型题词，添加上仕女制服、手部饰品、缎带鞋等关键词，然后将这个全身造型关键词的规则替换到图像关键词上，根据图像有的东西进行筛减。例如画面如果没有缎带鞋，关键词里就不需要缎带鞋。然后确认有枪姿势、摆位等关键词补上，例如站姿就是打上 standing， 握毛毛拳就打上 cow pose。最后每一张都补上，简单背景，白色背景。然后我们又准备300张分类图片，你也可以使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这300张。题词又跟你目前的角色类别有关，例如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女孩 Lola， 那就要用 Igor 的题词去生成；如果是一个女人，那就要用 female， 背后添加 beautiful background， 让它随机生成即可。可以一次生成13至15张，挑选好的成品放置或者自行修改。准备好了之后，要再请 A 进行题词。回到 Stable Diffusion， 选择全面面板，选择图像预处理，将分类图像路径放到原目录，要生成的关键词就放另一个目录。勾选使用 Deep 火炉生成月名文字，按下预处理。处理完后要进行分类题词的修改，这边介绍一个关键词编辑好用的插件，点选扩展界面，点击从网址安装。这个插件是可以进行大量批次删减、增加或修改进行保存。回到上方拷贝网址，贴上网址进行安装。
重启之后就会看到上面页签有个数据集编辑器，点击进入数据集标签编辑器。数据集目录主要是放需要编辑的资料夹路径，将刚刚的分类图集的路径放到这边，按下载入，它会将路径中的图片跟标签资料汇集进来。在右边就会看到资料夹里图像里面所用到的标签，非常的多，看到这边大多都会头很痛，但我只是需要用这个做不需要的关键词删减。点击 Byte Edit Caption 的批次编辑标签，点击到移除面板，这边要将跟角色实例图相有关的造型关键词移除，避免训练的时候混合到我的角色。点击实例图片中的全身关键词文件，将不希望 AI 从分类图片学习到的造型标签进行移除工作。如果没有移除，例如头饰，分类图集里的头饰造型训练时就会混合进来，陆续地将一个个移除。然后将手臂、腿、花等关键词移除，这些在生成的分类图面里也是很容易影响到实例造型。处理完后进行存档，按钮右边是存档时要不要将未修改的档案备份。取消勾选，按下 Save All Changes。存档完后，再重新载入检查下先前关键词是否存在。接着进入训练的环节，我使用的是 Stable Diffusion 的 Dream Boost 插件。点击扩展面板到可用，按下加载，使用键盘 Ctrl 加 F 键，搜寻 Dream 就可以找到。如果你跟我一样使用的是绘声 AI 启动器，那么需要安装配置 PyTorch 环境以及安装 Performance 0.0.19。安装成功后，上面就会出现 Dream Boost 的页签。首先要先建立模型，到创建面板，名称打上 Tendon Nano V1，选择跟角色风格接近或一样的原模型。勾选用 Face Mode 解冻模型，按下创建模型。创建完成后会自动将模型列入选择面板内。勾选 Use Loader 使用 Loader，Use Loader Extended 使用 Loader 扩充。这个需要装上 Loader 扩充的插件 Like Always， 安装完才能使用 Loader 扩充，并使用分类图片。勾选 Use Loader Extended。Training Steps per Image 每张图片的训练步数，这边我设置250步。Pause after iPods 训练几周期后暂停，设置为0。Amount of time to pause between iPods 训练，几周期后暂停时间，爱惜显卡，设置为120秒。Save Model Frequency 保存模型的频率，我设置每30周期就保存一次。Save Preview Frequency 几个周期就预览一次，也是跟上面一样30周期。到学习率等于 L4 这边，训练影响新模型的强度，绝高的学习率需要较少的训练步骤，但导致过度拟合。官方建议介乎 0.000006 和 0.00000175 之间，这边个别打上 0.0005 跟 0.000025。学习帅调度选择常用，然后图片左右边都有准备，所以不需要水平翻转，如果没有就需要勾选。混合精度选择 FP16，内存选择 Performance。Step Ratio Text Encode Training 打上1 ，Offset Noise 偏移噪点打上 0.1。勾选 Strict Tokens 严格的题词。到 Concepts 概念面板，数据集目录打上实例图片的资料夹路径，分类目录打上分类图片的资料夹路径。Instance Token 实例标记，这边打上触发这个 Loader 的词汇。建议别只用角色名字，最好后面加个类别，避免跟其他 Loader 相同。Class Token 分类标记打上Equal。Instance Prompt 实例题词，使用资料夹的题词即可，打上 Favorites。类提示词也是使用档案夹里面的题词，也打上 Favorites。分类图像的反向题词，使用当初 SD 生成Equal 的负面提示即可。样本图像的题词就是复制刚刚的实例标记，加上正面题词即可。样本图像的负面题词就打上之前分类图像的反向题词即可。Class Images per Instance Image 每个实例图像对应几张分类图像。这边实例图像准备了17张，300张分类图片，300除17等于17。小数，我这边填15张。分类题词相关性打上10，迭代步数打60。每个周期生成的样本数量1即可。样本题词相关性跟迭代步数也是个别打上10跟60。
这里的题词相关性 CFG 样本迭代步数就相当于生成图片的迭代步数跟题词相关性一样的东西。到 C 位面板 Custom Model Name 定义模型名称，打上训练出来的 Lola 名称。CU Image with Generated Model 枪印码保存在模型里，取消勾选，因为不需要。CU Check Connect Subdirectory 枪主模型保存在子目，如这个也不需要。Generate a CKPT file when training complete 训练完成后生成 CKPT 文件，这个也不需要。Lola Onlet Rank Lola 影像分割等级打上50。Lola Text Encode Rank 文字编1等级，这边打上300。下面4个。训练期间保存时生成 Lola 档案，训练完成后生成 Lola 档案，取消训练时生成 Lola 档案，为有外网络生成 Lola 档案，全都勾选。设置完成后先行储存设置，万一训练失败的话，可以靠左边的载入设定将刚刚的设置重新载入，出现 config save 就存储完成，按下训练就开始了。训练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这些实例图片，总共需要对应255张的分类图片。训练完成后，这边会出现非常多训练完成的 Lola 档案，这边我们要保留训练比较好的。这边找一张 C 站分享的图文题词进行测试。关键词也更改，添加绝多的题词，例如枪是女制服题词拆解为连衣裙、衬衫、短袖、红领结等。希望身上的衣服造型 AI 可以更明确的学习。再来把关乎女性造型的题词拿掉，换上我们设置好的 Lola 角色造型题词。这是先前设置的造型题词，前方加上先前训练时设定的实例标记，将它拷贝并且贴上。这边随便选一个刚训练好的 Lola 先测试看看有没有代入。这个 Lola 拟合程度不高，全重改为一再试试，看起来有比较接近一点点。来开始设置 XYZ 图表，脚本这边选择 XYZ 图表 ，X 轴类型选择可附加网格模型1，可以全部贴上，再一个个删除只留训练出来的 Lola。Y 轴类型选择可附加网格权重1，Y 轴值打上权重 1.1、1、0.9、0.8、0.7，代表个就是刚刚 Lola 的权重。然后也不是在筛选构图什么的，勾选一下高清修复，比绝能知道造型上细节有没有训练成功。重绘幅度打上 0.5， 按下生成。点开训练好的 XYZ 图表，上面显示的是 Lola 的模型，左边的是权重。有些看起来训练的可以，有些看起来训练的不好，目前看起来队伍裙杯造型细节上训练不佳。可以利用现有比较 OK 的 Lola 模型生成一些坐姿、趴下的姿势等，再到 2D 绘图软体修改，增加训练的实例图像。关键词也更改，添加绝多的题词，例如枪是女制服题词拆解为连衣裙、衬衫、短袖、红领结等，希望身上的衣服造型 AI 可以更明确的学习。绘制整理好后，再进行第2版的重新训练。记得实例图像增加后，对应的分类图像数量要记得改。训练完成后，一样也是先选一个 Lola 进行测试。看起来拟合的不错，也可以换个姿势看看。接着进行 XYZ 图表进行测试。这次训练的有比较好了，在12600步后，裙摆的造型以及两边蝴蝶结都有显示出来。后面看降低权重的时候，造型跑掉最少的就选那一个留住。另外，造型要完全一样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训练到可接受需要手动调整的幅度。接着试着换装看一下，将衣服造型的关键词拿掉，换上泳装，按下生成。之后发现步数越后面，泳装被置换的就更少。把泳装的权重提高为 1.3。生成后看起来双臂的上衣没有消失掉，可以靠关键词去辅助。打上露双臂，锁骨。枪Lola权重降 0.8， 按下生成。这样就换装成功了。后面可以再试着换装看看。感谢您的收看，如果这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不妨动动小手按个订阅按赞，您的支持就是我制作教学的动力。